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會來關心大主題：美軍再炸伊朗，革命衛隊這時候全面做的這一場反擊。今天會來關心，現在包括了在巴林地區科威特飛彈齊發哦，林肯號的部分則是急撤，難道是怕被炸嗎？川普這個時候急換空軍1號，躲過來自於伊朗的暗殺。今天就這些主題，我們會來做關心。先歡迎在場來賓，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楊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大主題開始之前，先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並且按下分享。如果跟我們希望互動，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做回復。那麼呢，一樣的，看到熱推鍵，幫我們按下熱推。也歡迎觀眾朋友在主頻環球大戰線節目呢有這個加入鍵，歡迎按下加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就可以享有最及時的資訊跟 Q&A 互動等等哦，歡迎大家來加入。今天大主題，美伊戰事特別來關心到的是美軍證實了。前幾天我們還在講美軍的第一次針對伊朗的大轟炸，沒想到馬上就發動了第二波的空襲行動，目標這一次直指的就是荷姆茲海峽周邊的重要軍事的據點。伊朗的官媒證實，確實美軍有發動這一場攻擊。來看到它的攻擊的目標有哪一些地區呢？這是來自於伊朗官媒的最新說法，包括了可以看到在核電廠周邊接連傳出的爆炸，在這些港口都是在核電廠的周邊。那麼部分地區甚至是導致呢一度全面的停電，還有這個伊朗的軍方人員死亡，一共是8名人員因此死亡哦。那麼川普的態度沒有想到，他繼續的很強硬，他說他們攻擊我們，就像用更激烈的方式來回擊，而且他還說接下來不排除要奪下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命脈，也就是他們的哈格島了，必要時甚至還會轟炸包括了發電廠、海水淡化設施等等的基礎設備。他也說呢，嗆瞎伊朗每次攻擊美國的時候，美方都會以20:1的這個力氣來做回應。當然了，伊朗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強硬，冷回川普說沒關係，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然後我們就看到伊斯蘭革命衛隊立刻展開了新一波的這個軍事回擊、懲罰性報復，同步的發射了飛彈跟來自伊朗的無人機。那麼包括2個地區都受到重挫，第一個是在科威特這邊的這個阿里薩勒姆空軍基地，第二個是在巴林地區的空軍基地等等。再來就是看到了包括了美軍的第5艦隊總部，突然間也發生了這一場大火哦，全面的火警畫面也在網絡上面現在流竄哦，讓美軍顏面盡失。革命衛隊也撂下了狠話，如果美軍再度攻擊伊朗本土，下一波報復範圍將會擴及到整個中東地區的所有美軍基地。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這一次的交火，進入到第2次的交火，是近期第2次。川普還說他接下來可能會來攻擊奪下哈格島，封鎖伊朗港口，轟炸他的發電廠、水力發電廠等等。美國真的敢這麼做嗎？那伊朗接下來可能會如何來做報復？楊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這一次再一次的停火、停火的這個協議開始對伊朗做攻擊哈，根本就是在玩火，而且很嚴重。他又在威脅，那軍事的攻擊對伊朗南部80個地區進行了攻擊，而且沒有事先告知。那同時這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伊朗的國喪期間吶，就哈梅尼在進行整個德黑蘭進行國喪，那超過1000萬的人從伊朗各地這個前往德黑蘭。而且當時，當然你看到那種非常悲壯的民族主義的情緒是蔓延的，哦，而且有一些人甚至高喊的要報復，哦，甚至還有將川普的這個雕像啊做怎麼樣的一個處置的這種激情的作為都有，這當然可以理解了。你非法侵略攻擊這個國家，造成數千人死亡，然後造成怎麼樣的損壞？可是呢，你的戰爭失利，而你現在從4月7號開始停火，然後6月開始已經3個禮拜的進行談判，那你已經就是攻擊了1次，現在第2次他們正在進行國喪的時候，伊朗還說國喪期間我們不交火，這
想當然的嘛。結果呢，你在這個期間，你又忍耐不住，因為你覺得伊朗在過程當中，在跟你談判的過程當中一直在拖延。講句實在話，當伊朗的哈梅尼前最高領袖進行國喪期間，在第一線談判的人哪敢有進度啊？對不對？對，我們家鄉德黑蘭那種情緒多高昂啊！但是事實上，不管是伊朗的現在的新的最高領袖，還是政府，還是談判人員，都知道，這個其實是他們用血淚換來的，讓美國不得不坐下，而且可以真的取得一定的成效。那結果呢？你因為在這個國喪期間談判不順，你就再一次的對伊朗的停火協議，然後呢表達說要撕破，然後呢開始攻擊。我覺得這個玩火呀。那你又放話，你就要打這個哈克島。或者叫哈爾克島，這個以前對不起，我們從2月28號到現在為止，我跟李將軍在這邊哈克島說美國要打，我們談了幾次了？打呀，他真的敢打嗎？他馬上這個川普又說，這並不代表真正的戰爭了，我們很快的還是會恢復這個和平的，所以他又是這個蘿蔔與棒並行的這個作為，你老早被人家看穿了。那可是你在現在這個國喪期間做這樣一個動作，而如果最後你還是打不下去，你真的敢打嗎？哈爾克島或者是荷姆茲海峽當中任何的大島跟小島，你如果敢去攻占，馬上伊朗就是跟你玉石俱焚呢。因為過去的這3個禮拜啊，其實已經大概恢復了將近有過去的速度的1/3，差不多有2億桶。可是講句實在話，2億桶是戰爭開打之前2天的量。所以實際上大概沒有2億桶，大概是10天的量。所以基本上也雖然是3個禮拜，但是只有到10天的量，所以還是非常不夠。如果伊朗再停下來，再報復所有你的海灣地區的這些軍事基地，其實這個當然已經模擬了多少次，談了多少次，川普美國不敢打。也不會打，那因此呢，他又來一次自己這個落虧。那但是呢，伊朗的反應一定不會像過去一樣，就當作沒事。我覺得其實川普真的在玩火。好，川普在玩火，同時呢，我們也來看到美軍也有了最新動作。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幫我們解讀一下。這個從軍事上面跟川普的喊話政治面來解讀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首先，在軍事上面，我們看到這個美軍林肯號現在呢，已經悄悄的由阿曼灣向南撤離大概200公里的地方。然後呢，現在美軍還是維持2艘航母加上1艘2棲攻擊艦，但是呢，問題是它離伊朗已經越來越遠了。再來就是在政治面，我們來解讀一下為什麼川普他出席這一場在北約的峰會的時候鬧出這樣子的一個笑話。他稱伊朗是伊斯蘭日本共和國，是不是壓力太大了？說了這些話，還說了另外一段話。他說呢，林肯號曾經遭到對方發射111枚的飛彈。酈將軍怎麼解讀？這個川普會這個口誤講出這個伊斯蘭日本共和國，然後你把它連在跟剛剛他之前所說的這個林肯號航母遭受到111枚的這種飛彈的攻擊，把這2個連在一起，你就發現說，川普真的是現在心理壓力很大，進退失據，不知道怎麼辦。其實他口誤2次了，除了說伊斯蘭日本共和國這句話失誤來以外，他111枚，我相信伊朗應該不會發射111枚的飛彈，他應該是發射111枚的無人機哈。那為什麼川普會這麼連續的口誤？我認為這時候他真的是六神無主哈，進退失據，然後要不打嘛，這個不打嘛，那伊朗現在是咄咄逼人哈，一直逼着你這個繼續這個鯨吞蠶食，對荷姆茲海峽力爭他的掌控權。那第二個，如果說要打嘛，他自己本身後續來講，前面那個1個月的戰爭都已經打不下來了。那現在來講，包括他的 B-52轟炸機也已經撤走了，這個加油機、預警機都已經撤走了。這時候我認為他根本就沒有實力要打，由於是從這次林肯號向後撤退了207公里，更是一個指標性的訊號。
林肯號撤退207公里代表什麼呢？林肯號上面起飛的戰機來講，如果說要飛到作戰地區，你看207公里撤退207公里，這個飛機來回飛就400多公里，那你是不是少了400多公里的滯空時間，少了400多公里的作戰半徑？哈，對整個戰役來講影響是很大。那究竟這111枚的這種無人機到底打到林肯號沒有？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哈。但是從這個川普他這種焦慮口誤的心情，是不是有1-2枚的這種無人機真的是砸到了林肯號？那有待後續美國自己官方願不願意證實。現在來講的話沒有證實，可是如果從川普嘴巴裡面突然冒出這句話，我們合理懷疑哈，是不是林肯號在這一波的無人機攻擊中確實受到一些傷害。那我再補充，為什麼講說川普這個時候會這麼慌這麼亂？哦，這個還是跟荷姆茲海峽有關哦。為什麼美國跟伊朗又打起來了？其實很簡單。這個現在來講的話，美伊雙方是停戰了60天的期間，60天之後，現在是 MOU 說停戰，但是真的談判是60天之後，停戰開始算60天，其實已經快到了哈，可能大概只剩下30-40天就要正式談判。那這段時間，伊朗說這個荷姆茲海峽，雖然說它開放荷姆茲海峽，但是伊朗講你要經過我規定的航線來走，對不对？從那邊上面有一個島叫拉拉克島，拉拉克島這個北邊來講，你是進入波斯灣的，南邊出波斯灣都要經過我拉拉克島。但是國際海事組織畫的是2條路線，一個是北邊的，另外一個是南邊靠近阿曼灣。那你現在走南邊的。這個伊朗都對這走南邊的這些貨船或油輪來發動攻擊，那美國來講的話，就這個對伊朗實施報復性的打擊。那為什麼伊朗要打走南邊的船？很明顯的，他在60天之後，他爭取到談判有利的條件。談判來講，荷姆茲海峽我就是要收通行費。所以說現在來講，你按照國際海事組織，我不承認，我一定要。所有進出波斯灣的船只一定要按照我伊朗規定的這種路線來講。我們都知道，這個在談判桌上面，你想要得到的，你必須在戰場上面，你也必須要獲得。所以現在我認為很明顯的，伊朗這一波的攻擊哈，就是為了這個60天之後，其實現在已經不到60天了。對。就是正式談判的時候，我想他會爭取在這個荷姆茲海峽，通行費來講的話，管理權由伊朗自己來掌握，這是他這次打擊的這個後續來講最主要一個目的在這邊。好，確實哦，現在在這個離和談的前夕，如將軍幫我們看到的這個伊朗方面呢，持續的要在掌握這個荷姆茲海峽，尤其是航道，他說呢，他要來決定怎麼走，還有呢，接下來的通行費，伊朗都希望能夠來掌握住。那接下來我們也來看到說，伊朗也同步宣布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最新的規則，總共2條。第一個，他說立即全面封鎖荷姆茲海峽，在美國的這一波新的攻擊之後，是全面做封鎖的。第二個，他說呢，只要伊朗再次的遭到打擊的話，每打擊一個目標，它就會至少回擊2個敵方的目標，這是針對荷姆茲海峽的一個最新進度。另外一方面，我們來關心這一次的一個細節哦，就是呢，川普他前往土耳其去開這一場參加北約峰會的時候，他本來坐的飛機，為什麼去的時候跟回來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是擔心伊朗的暗殺嗎？好，這是來自媒體的最新報道。因為呢，川普去去這個土耳其的時候，他搭的是卡達的空軍1號。結果回來的時候，他突然改搭乘舊版的空軍1號了，所以他就被媒體問說：“你是不是擔心被這個伊朗給暗殺？”當然，川普他沒有直接承認，也沒有否認，只是說我一直都是這個伊朗暗殺的目標。但是美國媒體也披露了舊版的空軍1號，這一次川普之所以會搭乘，因為上面配備了飛彈跟防禦的干擾系統。但是新版卡達做的這一款呢，還沒有完全整合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所以美國只好改搭舊款嗎？能不能這樣解讀？那聶老師又怎麼看呢？再來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現在呢，是不是川普更擔心了，要急於就這個議題來做談判 ？OK， 首先呢，關於這個他怕不怕，是不是真的心驚膽寒呢？要換飛機這個問題，我覺得啊，自古至今多少元首都被暗殺過哈，從以前金科刺秦王，不管成不成功，大家也知道，甘乃迪也被暗殺，雷根也被打到這個他的接近他的心臟，但是當然他沒有成功，安倍晉三也被暗殺成功，所以他會不會怕？講白了，每個元首要認這個位置，就必須有一個會擔心的這種心態。
可是你說他不怕？以我所知的川普，他並沒有那麼怕。他這個人真的是我非常在個性上某一些地方我是很欣賞。從我去了紐約讀書10年就了解這個人，非常有 guts。從某個角度，你去想想看，去年7月13號，當那個子彈是真正子彈飛過耳朵的時候。任何總統是躲起來，由防衛者保護，他是不是衝出來走開 fight？ 如果你記得這一幕的話，他不是真怕，但是元首要被保護是應該的。他換飛機也是一個例行的，因為現在的伊朗的確國族家人是真的很討厭，會很恨這個人。各位，以前伊朗就常常有所謂的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的海報不斷的講，現在川普惹到他們說川普你就是必須死，但是其實美國也自信他們自己在情報的搜尋。或者是你說這個暗殺部隊的編列，他們認為伊朗是其實這個還不夠的啦。所以我基本上認為這個暗殺行動並不是他真的很擔心，但是他們必須要這樣防禦。不過我現在講另外一塊，就是川普，我覺得他現在輸到有點脫褲啊，就是說剛剛又講到他的壓力很大嘛，所以他現在就有點什麼到日本、伊斯蘭這個國都講出來了。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現在已經壓力山大，因為他完全做夢都沒有想到，他竟然會輸，他完沒有想，也想不到，沒想到伊朗會繼續的跟他這個下馬威，他其實沒有辦法接受，所以他昨天的話語是用了一個 scum 這個字啊 ，SCUM， 去看一下，這叫人渣敗類哦，講不好聽就卑鄙小人這種形容他，他已經氣急敗壞，但表面還是要穩坐那種像這個總統的樣子。不過我們必須說明。這個美國現在真的，他碰到一個大麻煩，就是川普惹出來的。就是你在2月28號在談判桌上所談的要的最基礎剛才的4樣東西，一個都沒拿到，越搞越輸。當然，剛剛講的一個最重要，也就是赫姆斯海峽這個這麼重要，對伊朗來講算是一個命脈。過去不用收費，他現在當然被美國打了，他在經濟上也受損很多。從以前的經濟制裁。資金的這個凍結，實際上他也非常需要裁員。在這個時候，實際上他有這個機會，剛好他也覺得這次從某個角度，3號他是算勝，雖然他死傷很多，他必須要為他未來在經濟或者他的金流上找個出路。他就用了這一次的這個機會來講 opportunity， 他覺得可以這樣做。當然，所以也就是他認為你要照我的走法，不是你就是要走北邊，就不能走阿曼的南邊。你今天真的不照我走法，這是我控制的地方，這公園是我的，不是美國的。你既然這樣走，我就打你。當然，美國就很不爽了，因為美國覺得他是霸主，是世界都應該他控制，他們就回擊了。你知道，伊朗就是不爽。你剛剛講說現在叫2-1的對等加倍打擊，我覺得伊朗也不一定做到加倍，但對等就夠。所以這次打了80幾個地方，他也會就回打80幾個地方。你看這個巴林啊、科威特有些地方也被打到了。我覺得他會再度關閉荷末斯，我們的油價又會再漲。然後通膨又會再升，這個我講不好聽，壓力山大的川普他就壓力更大了，所以他現在面臨的挑戰很大，所以他會不會回台辦說，他當然會想要回，會急着想回，重點是要多久他再回去，而且因為他不想輸啊，表面最好不輸，他搞不私下一直想要求和，而且表面一直講說人家想來求我，這是川普一貫的作風，重點是。但是談了有沒有用？因為你要讓多少，川普必須讓到最後說，我都讓你算了。我跟你講，就讓你來收費吧。那時候可能就沒事了。否則的話，以現在的目前狀況，還要打一下、談一下、打一下、談一下，還是遙遙無絕期。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北京打造了地下核帝國，包括了這當中有很多軍事的層面。等一下我們會請專家特別幫我們做分析。這當中比較特別的地方有伸縮飛彈井震撼現身，還有8邊形的這種核地堡曝光。美國衛星拍到之後真的是越拍越害怕。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現在西方最害怕的，我們要來看到是北京正在打造一套前所未見的地下戰略核體系，那它主要是在中國大陸的西部這個地區，包含的範圍，等一下我會慢慢看到，從內蒙古到新疆到甘肅，等於是3大步驟
3大地區一起來同步做強化。好，第一個地區我們剛剛提到的內蒙古，現在我們要來做關心。中國大陸在這邊打造一個新型的地下快速打擊基地。這個是什麼呢？也就是在內蒙古這邊的一個飛彈測試基地，它出現了一批呢特殊的加固式的發射設施。它最大的特徵，等一下我們也會來特別看一下，它是這種從側面可以開啟的、側邊可以開啟的矩形伸縮式的頂蓋。美國智庫做了一個分析，這一款打擊基地最不一樣的地方、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這邊是用來部署中程彈道飛彈的，還有呢巡弋飛彈的，甚至是極音速武器，成為新一代非常重要的一個打擊平台。這是第一個位在蒙古的一個打擊設施。第二個我們要來關心到的第二個系統，就是位在新疆跟甘肅的地下核反擊網路。我們從這個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體系，範圍呢綿延數千公里哦，而且外界推估說，這當中至少裡面有80座相關的發射平台，所以它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廣哦，是一个等於是一個網路的核設施。那專家特別做分析，這一款網路的地下反擊設施之所以可怕的原因，是因為呢，北京打造的不只是飛彈基地而已，這一套是說，如果你遭到第一波攻擊的時候，仍然可能使用第二波的核打擊力道來去打擊對手，所以這是第二個。第三個我們要來看到是北京已經做了將近20年的持續強化的這個叫做地下核長城。地下核長城它的特性就是說，它的隧道長度長達5000多公里哦。那麼呢，在這當中，在它底下的這些設施，不只是隱形的飛彈而已，還有不只是隱藏的飛彈而已，還有這個飛彈在地下可以隨時做部署，然後轉移，甚至準備發射等等，這一套系統哦，恐怕是比這個美國打伊朗還要更可怕的一套新的系統。厲將軍怎麼看中國大陸的3套部署？孫子兵法說哦，善攻者動於9天之上，善守者藏於9地之下。哈，這個只要我們從美國這次攻打伊朗，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雖然說這句話我們老祖宗在2-3千年以前已經講了，可是驗諸於這次美國攻打伊朗。伊朗將它的無人機還有它的這個飛彈都藏在它地底的洞窟裡面哈。這個美軍雖然說發動了大量將近上千枚的戰斧型巡弋導彈，還有空中的這種打擊，可是到最後我們證明哈，這個伊朗來講的話，它損耗的彈道飛彈或者是無人機哈，大概只損失了30%，它保有70%的戰力哈。所以說藏於9地之下哈是必然的一件事情。當然，這分為2個部分來講。第一個部分，這次在內蒙所發現的這個美國所看到的這些基地，這些發射井來講，極可能是這個所謂東風26、27哈，或者是東風21等這幾型的戰術型的巡弋導彈或者是彈道飛彈，而不是洲際彈道飛彈，因為它的發射井比較淺哦，不像是這個東風5哦那種洲際彈道飛彈來講的話，發射井比較深。可是這批來講的話，當然如果說它也可以用車輛來機動，可是你車輛來機動，畢竟你平時存儲的地點還是在地面表面上面，還是有可能遭受到敵人的這種攻擊，所以它會把它藏到地底下。那如果說直接藏在地底下，是不是藏在地底下直接發射就好？我們看到這個基地，它不是只是一個發射井，包括周邊的這種雷達站、天線、防空武器，還有制導，還有這個電子參數啊。部隊食衣住行都是在這個地方，所以它很明顯的是一個基地的位置。那再來我們看為什麼選在內蒙古這個地方，就有它的訣竅。如果說我們以東風26哈，我們號稱是關島這個快遞嘛哈，這個如果說以它的作戰半徑4000公里來講的話，你看看從內蒙古這個地方為圓心，然後這個4000公里為半徑畫一個圓的話，你會發現，包括從從日本本島哈到這個琉球群島，到這個包括我們台灣哈，甚至於到南海，
都在它的打擊範圍之內，對，所以選這個地方，就我們軍事來講，叫中央位置，是在軍事上武力部署很重要的一個地形要點，我可以部署在這邊。而且這裡面我們都知道，中國在西邊來講是山勢比較多嘛，包括太行山、燕山哦這些啊，甘肅這邊也有很多的河西走廊，都是很多的山脈。那事實上，它這地形複雜，並不亞於伊朗地區，所以在這邊構築堅固的地域的這種陣地，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新疆、甘肅這個地方做的是洲際彈道飛彈，當然你可以說發射井會不會被敵人所攻擊呢？因為它陣地可能是固定在那個地方。不錯，它陣地雖然固定了，可是它底下現在來講已經構成了所謂的核子的這種核彈的一個長城，有將近5000公里，它可以隨時在地底下隨時機動，隨時變換陣地哦。那你就算是敵人想要攻擊這個發射井，你要很巧妙的剛好從這個洞口裡面打進去，才有可能對這個發射井造成破壞。但是以現在導彈技術來講，是不是很精準？沒錯，可是可不可以精準到直接從這個洞口打進去？我覺得很難。而且你打進去之後，這批導彈是不是就剛好存在那個發射井，也是很大一個問號。因為它在地下隨時可以變來變去嘛。那我們從這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我們就可以看，就可以這個認定一件事情：雖然藏在地底下是長久以來這個古老的保存戰力的一種方式哈，可是從伊朗這次它能夠保存到70%以上的彈道飛彈還有無人機，代表說這種古老的戰術在戰時的時候，還是對保存戰力來講還是非常有用的。好，所以盧將軍特別幫我們看到了這一批這些保存在地下的武器，能不能透過精準打擊就去摧毀，這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其實困難度是非常高的。因為我們也要特別來看到說，真正困難的就是說你找到位置之後能不能摧毀，但是摧毀有它的難度，原因又是什麼？包括第一個，它的真假發射井有混合做部署，剛刚將軍特別幫我們提到。再來就是它的地下坑道彼此是通聯的，它是可以隨時機動轉移的。第三件事情，它周邊同步建立完整的防禦體系，包括了有防空飛彈、電子戰、雷達跟指揮系統等等。聶老師怎麼看 ？OK， 中國大陸有一個在地球的外面看得到的一個重要的東西，叫做萬里長城。它有2萬多公里了，當然比這個長，但是地下要做不容易。地下核長城可以做到5000公里，這已經讓人驚為的這個嘆為觀止。好，那我們知道長城呢有很多，你知道走的時候會動不動就會有一個集結在一間的一個方形的一個窟窿，那個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他們的這個哨崗，有沒有？這哨崗呢，你在100公尺或200公尺裡面就會有一個，所以當時會有叫做烽火相連，有沒有？它裡面很重要，也就是每一個崗呢，只要敵人來了的話，它就怎麼樣整成通訊啊，或協同啊、作戰啊，甚至一些機動性呢，整套的完整性就會怎麼樣？所有的兵節就會集結。那麼我覺得中國現在內蒙所做的所謂的地下核長城也做到了這種基本上是完整的機動性啊，但是協同性、甚至通訊、地下通訊都做到很完整。那我先講到另外一個，也就是它掩護的概念，就是說剛講的這8邊的這個所謂的發射井呢，那就我這個在資訊上所看，它是一個伸縮井蓋啊，它可以隨時變化，讓你呢看不出它是真或假。那各位想想看，在伊朗當時還做了一些假飛機，讓這個很多的不是美國去炸的時候，炸的下面是一個假飛機，你知道？那是一個讓人家的一個叫地形的掩護的這個錯覺。那麼中國呢，其實我覺得他們在智慧眼裡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厲害，而且他們做的是好幾個讓你有真有假，又很多個部署，讓你會害怕。我現在要講的是，實際上我據我所知，在2017年啊，那當年也就是啊，我們講說他們有一個就是解放夢啊，就是第3個百年夢，2027嘛。10年前他們在內蒙古有很重要的軍演，那個習近平當時坐在軍車中呢，就在那裡呢，這個旋轉的時候就已經布達了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對他們所謂的所謂的導彈的一個布局。這個布局呢裡面，據我所知非常可怕啊！就我認為它有多種的東風系列的這個所謂的導彈的飛彈，這裡面包括了有所謂的東風17、東風21。據我所知，井裡面很多埋的就是17和21，這屬於什麼？屬於中程的導彈，大概都在1000多公尺到2000多公里之間的射程。那當然這不是威脅美國的，可是裡面最重要的有東風41。東風41很可怕，我認為的可怕就是它的洲際到多遠呢？都有1400到1500公里。各位想想看，我們的北京
到舊金山才多少？才9000公里左右啊。但它是1萬，我講這個1萬多公里啊，很可怕。那也就是說，那如果說你今天從這個到洛杉矶呢，也差不多是9000多1萬公里。所以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它的射程是可以打到洲際，打到美國的。那當然它必須要很掩護。還有一個中遠程的，當時在青海試射過。我這邊所看到，你剛剛講到有這個新疆嘛，有這個甘肅，還有你也忽略掉青海也是有的。當時呢有2個地方同時在異地。意時哦，青海的先發射26，東風26，然後呢，浙江發射東風21D，在2020年的8月26，同時精準打擊到一個浮游的一個標靶，也就是它用地對艦的射也精準。我覺得之前中國在布局他們的導彈是非常厲害的。我相信最近大家也知道，台灣講所謂的巨浪2啊3這個概念，就是建設的這個導彈也是一樣，甚至很多的國際在歐洲去買了中國的紅旗的所謂的地對空的防空導彈。我覺得中國在這個地方花了很多的心力，因此在布局這個地方也必須要掩護隱匿良好。那當然，他們生活都在東邊，所以北邊、西邊空地也比較多。他們布局了非常多的軍事，他們的未來的設施，我覺得他們在穩抓穩打，步步為營。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中國大陸一系列針對這個核打擊能力的這種攻擊性的武器。當然了，中國大陸也從近期我們看到國際上面發生了2場國際的戰爭當中學到的經驗，包括了俄烏戰爭，還有中東的戰事。他發現說，能源的儲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包括電力啊、油庫等等。所以另外我們也來看到中國有這種防禦性的這種計劃，就是他要做的新一代的地下長城計劃。所以呢，他要把哪一些設施、戰略物資給放進去呢？我們看到 CG 包括了油氣田、大型水力發電站、稀土、能源設施、它的國防工業基礎建設等等。那這個長遠布局是未來要打中美大戰嗎？楊老師怎麼看？其實，當然從伊朗戰爭我們得到這樣一個經驗，但更早，美國在打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它其實就是用幾套玩法。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精準的轟炸，而且甚至可以用所謂的叫做這個碉堡殺手，然後呢可以深入到地下，在中東這樣一個乾燥堅硬的這種情況，它深入到地下甚至上100公尺，然後能夠達成它轟炸的目的，而不是用核子武器。那第二個呢，當然它的先發制人，美國人喜歡先發制人呢。這次川普也是一樣啊，就先打了之後再說，因為反正你就是個壞小孩，我先打你只是教訓你。但這種先發制人的做法是美國經常在用，因為他的武力又比較強，全球布局、精準打擊。那當然再加上其他類似像是戰斧的轟炸等等之類，所以他覺得這一套的做法對很多國家具有相當的威懾力。那也可以在軍事的戰場上取得效益。只不過我們看到在中東。這一套的這個做法在伊朗是取得了沒有辦法取得效益。可是老早開始，中國大陸就知道，如果在台海戰爭上面可能面對到美國的這種反擊的話，那就一定要先做準備。是。那這種準備，也就是第一個，我們看到3個東西嘛。第一個，那個20公尺長、6.5公尺寬的那整個飛彈發射孔，它大概是我們叫做即插即用的發射台，它不是在發射。因為只有20公尺長，所以它不是在做這個就是戰略飛彈，而是在做剛才所談到的東風41、東風21航母殺手，還有呢鷹擊21超高音速飛彈。所以這一些它可以很快速的在這個地點，然後呢發射，然後因為它超過2000公里到4000公里之間，所以呢它可以在對整個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有極快速的打擊的能力，而不會遭受到就是美國這邊的，就是這個摧毀。那第二個，你看到這個8角形的很簡單，它就是要破除美國的先發制人，讓你搞不清楚哪一邊，而且它具有第2級打擊的能力，它深入到地底下，這就是我維持我第2級。這個不是在講所謂的那個巨浪3型的那個潛射飛彈，那是從潛艦發射，這是在陸上，它除了來欺敵之外，它也深入到地底，所以使得你第一波打擊下來，你可能沒有效，但它仍然可以在它深入地底的部分呢，具有第2級還擊的能力。那至於你提到，所以其他像是油氣、大型水利等等之類，我覺得就是要跟你打全面消耗戰的準備嘛。而且這個消耗戰，你現在看到在稀土、在
就是能源上面，它形成了一個叫做安全島，也就是在這個稀土，我自己在儲存量、在生產量，甚至我的技術已經領先全球，我還可以有餘力來去制裁你的時候，如果真的戰爭發生，其實我這些庫存、我這些技術的優勢，就變成我在戰爭時期的庫存，或者是整個相關設施設備的安全島。是。那這種安全島的概念，也就是讓我跟你進行全面的，就是耗損戰。那種消耗戰，美國哪打得下來？美國打了不到这個1個月，他就跟伊朗必須要停止。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當然就展現什麼呢？他在做最壞的準備，然後呢，他也在尋求最大的戰略自信，在這些準備的這些作為上。而從這次的伊朗戰爭裡，似乎得到一個驗證，美國面對中國大陸的這些準備呢，其實他過去那一套可能大概沒有用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巴拿馬這次真的低頭了，因為呢，我們看到統計473艘的船被扣留之外，還引爆了可能會有8000多艘船，他們會有這個換國旗潮哦，也就是說不再使用巴拿馬的國旗了。那麼恐怕損失達到數十億美元哦，重創巴拿馬的經濟。那巴庫總統是撐不住了嗎？最新消息，他會這個派團來急赴北京哦，是要求和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觀眾朋友，歡迎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這次巴拿馬他派團去北京是為了要求撓求和，留言寫1，代表巴拿馬真的痛了。如果說您認為巴拿馬到現在還是沒在怕，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來做互動。我們來看到中國港口的這個扣船風暴，可以說是全面擴大升級。巴拿馬的總統他是這位是穆里洛，這一次是不是真的撐不住了？準備要到北京去求解嗎？最新消息來看到的是，在7月16號到18號下個禮拜哦，他會派團代表團前往北京展開討論，這個叫海事會談。海事會談要來談的就是中國大陸對於巴拿馬國籍在近期不斷強化它的船舶，加強檢查跟扣留的問題哦。那我們來看到，這個是來自於巴拿馬外交部的最新聲明。他說，這樣子的一個派團的行動，其實是巴拿馬總統自己主動提出來的。他說呢，中國對巴拿馬的國籍的船只騷擾的行動，這是總統說的哦，行動已經不斷的增加，所以他決定派團過去。這言語上面還是非常的強硬，但是是不是到了中國是要去求和求撓呢？這個大家還在持續的關注哦。那中國大陸說呢，現在沒有證實說確定會讓巴拿馬的這個派團來跟他做這個見面，但是也沒有否認，所以到底怎麼一回事，這個還要持續的做觀察。再來，我們看到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子的一系列的動作，導火線大家還記得嗎？就是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和記子公司哦，被巴拿馬政府取消了在巴拿馬運河這邊兩端的特許經營權，所以才爆發了一系列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報復行動。我們來看到，其實呢，報復行動總共是分成3個主要的大項目。第一個就是打擊這個巴拿馬的船舶，引爆了扣押潮。第二個，我們會等一下來看到的是，包括了有這個法律戰。最後一個是對巴拿馬的經濟戰。好，所以第一個來看到中國祭出的船舶扣押戰。中國大陸的港口目前為止，在光是今年就已經扣押了473艘巴拿馬國籍的船舶。那麼這個數字是較去年一整年哦，現在才過一半而已，就要去年一整年已經多了快要2倍哦。再來，我們來看到一艘貨輪如果遭到扣留的話，每天得這個船只要多付1.8萬美元的滯留費，換算新台幣
高達60萬元呢。那如果我們來做計算，现在有8000多艘巴拿馬國籍的船只，他們其實呢現在都已經在考慮說，未來我們是不是乾脆換國旗好了？如果真的都換的話，代表說巴拿馬一年會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船籍生意啊。所以对于巴拿馬來說，經濟上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壓力的，很重要的一個生意就此會沒有了。第二個就是在法律上的一個制裁了，長江和記已經啟動了國際仲裁，向巴拿馬政府求償至少20億美元，最後是經濟戰。中國大陸或許會立刻暫停巴拿馬的一些新的投資案，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並且加強在農產品上面的進口等等。那麼我們來知道這個換船哦，如果說爆發了這個退旗潮的話，巴拿馬的國庫絕對會重大的損失。川普也最新說話了，美國不能讓中國掌握巴拿馬運河。他說，我們把巴拿馬運河交給巴拿馬之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船只的費用提高，這個價格提高4倍啊！楊老師如何看中國的扣船潮？現在是逼巴拿馬低頭了嗎？那他派團所代表的意義是巴拿馬真的痛了嗎？巴拿馬當然真的痛，而且穆里諾他的這個做法不是單純的在安全的議題上選邊，他其實是在經濟的議題上選邊，而且造成另外一方就中國方面嚴重的損失。那他用所謂的憲法的這個法院的判決，那中國就說，那你跟我講你的法律，那我就跟你講我的規則。而且沒有違反國際法的作為，也就是以港口國的角度來去做監督，所以我扣押你的船只，每個船只都有很多的問題啊，可能就算沒有問題，我可以檢查呀。那一扣押之後呢，現在已經473艘，第一個月扣了10艘，後來每個月增加，現在已經來到473艘。那473艘，因為絕大部分其實都不是巴拿馬自己的，而是他的掛巴拿馬的這個船旗國。一扣押一天1.8萬美元，那不得了啊！你來一個月，船東的損失會多少？本來船東是想說，你巴拿馬掛巴拿馬國籍的船只航行全球，巴拿馬它的要求的費用稅率比較低，結果呢，現在因為你巴拿馬這個作為，使得中國大陸以港口國的角度來去做這樣子的處置，然後它不只是停留，那會耗損它的時間，貨物的這個送達就會拖延，同時要負擔這個費用。那光是這兩個東西，你想想看，那就已經造成整個巴拿馬現在，我覺得越來越多的這個船東啊，可能要改掛別的國家的國旗，那這個就會對巴拿馬產生多大的影響？同時，中國大陸也對巴拿馬在整個就是中遠航的離開，然後呢停止對它的這個投資。那最重要的是，這個總統啊，穆里諾，他本人在24年上來的時候呢，他就退出一帶一路。25年的時候，他跟美國簽訂安全協議。26年呢，2月就今年2月，他就透過憲法法庭的方式判，就是這個長江和記已經營運30年，再續約已經好幾年，3、4年了。他說居然說是違憲，可以這樣子玩，誰是一開始在違反法律的？那你用你這種方式來操作，我就用我的方式來回復你，讓現實來毒打你。所以這裡面牽扯到，雖然巴拿馬它是個戰略的位置，可是因為它牽扯到的經濟的議題，連日本都沒有在經濟議題上在中美之間去選邊。但巴拿馬這麼做，我覺得中國大陸是不會低頭，不會放手，一定要讓巴拿馬你自己本身決定，要針對特別就是這兩端的港口的特許權你要自己做政治上的這個決定，中國大陸才有可能跟你談判的機會。好，那酈將軍又怎麼看呢？這次這個巴拿馬自己往槍口上面撞但是我覺得對巴拿馬來講的話，這一局是無解的雖然說中國有這個用的這3招包括到扣船，包括到法律的訴訟，還有這個減緩跟巴拿馬的貿易往來，但是這3招可不可以逼巴拿馬這個再將這個運河的航運權交還給中國的商業我覺得是不太容易的，因為美國來講的話，在這方面
其實巴拿馬背後真的是壓迫他最大的力量還是美國的川普哈。但是為什麼中國明知這個沒辦法把這個港口營運權搶回來，但是還是要這樣做？因為這要殺雞儆猴哈，以免其他的國家有樣學樣。我簡單舉幾個國家，同樣都南美洲，還有一個國家叫秘魯。最近美國也在這個擔心前海港，秘魯的前海港這個會不會因為前海港本來就是中國營運的這種港口嘛，中國出資新建的，甚至於習近平還去那裡主持這個開幕典禮哈。那當然，美國這個會很擔心以後前海港會不會變成中國的這種海軍的一個運補的一個基地？所以美國現在來講，也對秘魯前海港準備要下手。除了前海港之外，哈，我們再看亞洲這邊還有幾個國家，哈，这個中國要特別注意的啊，不要到時候這個東搖西擺，到時候對中國在這邊投資的這種商業的經濟利益受到影響。譬如說印尼。印尼現在來講，就是大家很清楚，就是那個鎳礦的問題哈。在印尼想要這個減少中國在印尼的鎳礦的份額，將它減少，那就有傷到中國經濟的利益。我在那邊投資了那麼多錢，結果現在份額被減少，那中國來講，當然現在對它的政策就是企業直接撤資走了哈。除了印尼之外，我再舉例一個國家，譬如說柬埔寨哈。柬埔寨當初中國幫他蓋了一個所謂漁壤基地，在這個地方有所謂的這種可以停靠這個艦艇跟船隻，甚至中國還送了他2艘的護衛艦。可是這個柬埔寨的新的總理哈，這個上來以後，結果他居然跟這個美國走得比較近了哈。在這種狀況之下，那後續來講，包括到這個德崇福南運河，會不會也對中國在這邊投資的這個經濟利益造成影響？其實有，所以說這次我認為說是中國為什麼要對這個巴拿馬哈這個採取強硬的手段？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殺雞儆猴，讓你其他國家看到我工具箱裡面工具很多哈，你們如果說傷害到我的商業利益來講的話，我一定有報復的手段。好，那這一局哦是也一方面要重擊巴拿馬，一方面也要做給其他的國家看，說不要有樣學樣哦，學巴拿馬這樣做。不過這一集是不是對於巴拿馬來說傷害真的是非常的大？有沒有可能巴拿馬美國的部分逐漸失去掉在巴拿馬這邊的一個掌控權？那聶老師又怎麼看？巴拿馬這個運河我覺得非常重要，各位去看一下地圖啊，北美、南美中間隔了一個細細長長的中美。中美有一條短短開一個口，就是巴拿馬所用的巴拿馬運河。美國當時協助他把這運河做成，那當然美國有貢獻，但重點是誰實力強，誰經濟好，誰就有可能掌控那個地方。當然李嘉誠，當然這個有錢的富商，那在這個地方，也就是它的前後，它有5個港口，前後端2個港口，最主要港口都被李嘉誠的長江合記呢把它控制下來了。但是美國施壓，因為巴拿馬沒辦法，它背後就是有美國一個非常強烈的地緣政治的施壓，造成他講不好聽，他也很難做，他必須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就是撤銷了所謂的他2邊港口的這個特許經營權。哇，這時候出問題了。但是各位想想看，什麼時候撤銷的？2026年2月，今年幾年？2026。現在7月，短短5個月，400多艘船被扣了，這叫做扣押潮。開玩笑，短這樣平均，剛開始有人講說，剛開始10艘以後，啪多快啊！平均1個月100艘，我跟你講不得了，大家都要做生意嘛，1.8萬美金，將近60萬台幣，開玩笑，我怎麼願意犧牲？乾脆換國旗好了，換旗潮來了，哇，這樣不得了！這一旦換旗，我跟你講啊，巴拿馬慌了，這個對巴拿馬的經濟真的重傷，所以背後有很強大的地緣政治施壓。美國來的，前面也有中國的，給你最嚴峻的經濟和貿易的一個重傷，他怎麼辦？他必須到中國去訪問，講不好聽，他有點說，可以說他也不能說求饒，就我去跟談談看，我也沒辦法，周邊有美國去年李嘉誠就沒有壓迫，他就準備打包要出售給巴克萊的，你記得嗎？真的不是我這沒辦法，我跟你講哈。巴拿馬也很難做，因為美國也不會放，所以我覺得未來全球航運的規則制定權就是看我們現在這個不是軍事比拳頭了，看誰會做生意，看誰的金錢多，誰的金流能夠被全世界人接受。
所以未來全球的這個所謂的航運的這個規則制定權，以及全球物流走向的這主導權，我跟你講，美國會慢慢拿過去，中國會慢慢拿過去，美國會慢慢失守，沒有辦法，因為現在全球很多的貿易都是看中國臉色，而且中國當然越來越強大的時候，它甚至在所有生產，它的成本低大家就會進口這個來做貿易，它的那個量多之外，它的那個另外一個 quality 的質又好。所以在經貿往來中，你必須看中國臉色啊！所以未來的我剛剛講的很重要，就全球這個航運規則制定權以及全球物流走向主導權，可能會慢慢從美國轉向中國，也就是巴爾運河。你說是不是短期？我覺得不容易拿回來，因為美國還是有它的力量。不過久而久之，這個短中長會產生一些 chemistry， 就是化學性的變化。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中國大陸的 AI 現在雙軌戰略曝光了，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特別關心哦。大陸現在是突然間決定了要一部分放行 H200，終於又可以進口到中國大陸了。除了一邊從這個美國做進口之外，它也狂砸經費來自研晶片哦。今天也會來關心到了，包括的是阿里巴巴加碼它的自主晶片，旗下的平頭哥現在在增資領跑哦。再來關心2026大陸的國產的晶片突破會超過50%大關。今天就這議題一起來做關心 ，AI 市場的一個重大變化，帶觀眾朋友稍微回顧一下。先前美國終於是願意放行它的 H200給中國大陸了，但是中國大陸還要自研自己的晶片，所以決定不買。但是最新消息是又有了一個重大變化，大陸決定呢，最新消息因應國內大語言快速的發展，而且國內還是確實有算力的缺口，決定考慮放行先前的這個禁令。現在呢，允許包括了幾家企業可以有條件鬆綁來採購輝達的 H200，包括了阿里巴巴、字節跳動跟 DeepSeek 都有望受惠哦。那傳出規模是20萬顆，大家可能會覺得，20萬顆好像很多，沒有哦，這個還不到目前中國大陸市場需求的一半，代表說它是放行，但也不是真的全面放行。所以大陸現在的做法就是被大家視為是雙軌制的原因，是一手從美國進口晶片，另外一手持續強化它在 AI 晶片的布局。好，一共是4大布局。首先看到的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平頭哥的部分呢，現在阿里巴巴加碼自主晶片，它的平頭哥也大幅增資了，這個資本額提升到10億人民幣，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 DeepSeek 也在自研 AI 的推論晶片，降低對輝達的依賴。第三個是智譜 AI， 它也在發展自己的晶片哦，客製化的晶片，它跟中國大陸的本土 IC 設計公司合作來做客製化的 AI 晶片。最後第4個是字節跳動了，它也擴大規模來採購國產的 AI 晶片。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楊老師，中國說有可能有限度的放行 H200，這是一邊，另外一邊又在自己強化自己的國產晶片，它的雙軌策略，老師怎麼看？其實一方面最主要是現在中國大陸自己國產的芯片那可能不夠用，這最主要的關鍵。那黑市的價格又非常高。另外一方面 ，H20我們講所謂閹割版的 H200的閹割版那不夠，這個效能不夠好。美國現在願意放 H200，其實這還是 NVIDIA 的這個第2級，而不是最主要的 Blackwell。Blackwell 美國不會出售，所以中國大陸在過去堅持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到有實務上的需要，所以呢，他就採取3個作為。第一個，你剛剛這邊提到了總量管制嘛，最多只能夠20萬顆以下，也就到各個廠商申請的不到一半。第二個呢，他採取的是你只能用在模型訓練，你不能用在邏輯化的這一些這個芯片的過程當中，那個部分還是強力的要求你要用國產的芯片。因為這會牽扯到更進一步的，就是技術。那第3個呢，它要必須每一家公司自己專案來申請，那它能夠掌握到你實際上
這個進行的這個情況。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這個就建在所需要的這個因素。那不過這裡面呢，必須要提到的是，美國現在它的確也許在 GPU 上面還是具有這個領先。那中國大陸在你剛剛提到好幾個都在發展自己本身的國產 AI 晶片的同時，我覺得美國的 AI 產業現在面臨到最大的問題，其實現在已經出現了，就它的電不夠。各位知道亞馬遜要花將近7億美元在三裡島蓋小型核電廠，Meta、Google 都在做，可是美國的整個電網老舊，而越來越多的資料中心尋求在美國建立，所以現在有人預估美國可能最糟糕的情況是，這些已經在申請的資料中心，將來可能有將近一半，至少1/3做不出來，因為電不夠。所以未來美國的 AI 的產業可能最大的關鍵倒不是說跟中國大陸在模型啊還是芯片上的競爭，而是它自己本身電不夠了。好，那聶老師又怎麼看呢？我覺得我有一個經驗，在這個兩年前，我帶一些學員到紐約的時候，要去之前呢，有紐約的朋友跟我說，能不能拿到 H100？我說 H100，我研究了一下，原來是算力很快的台積電的某些晶片，那這晶片在大陸做不出來。我覺得是有人想透過關係弄給大陸，大陸急求，然後到年底之後呢，大陸知道他們美國不給，就做了一個黃軍就告訴他們說，給他 H20。那 H20算力非常之低，因此就送過去，只有這個 H100大概1/3就送去。就送去之後，中國很想要，可是中國很快創造出他們的相等晶片，就對 H20也就不要了。可是，在不短的半年後呢，竟然黄仁勋告訴了川普說，中國他現在做到的可能会不差於我們必須要給他們。而當然，美國剛剛講到了，他們的 Blackwell 甚至 Rubin 就出現了。這時候那好 ，H200給他們吧。中國其實很需要。因為中國這 H200是 H20的6倍的算力，他們非常急需。因為它的很多的 AI 配套是需要去研究的，可是他們為了知道自己要自我創新，要跟它同等級，有一些類似商品出來了，他們就在卡關要與不要之間考慮很久。最後呢，在那個時候一開始就說要可以，但是必須告訴我你要多少顆，嚴格審查。盡量用我們自主創新的，對，但他們還是有需要，因此走到現在還是一樣的道路了。我必須說，未來的世界會這樣子，叫 two specs， 2種規格，這個很早就有很多人講了。因為當中國崛起之後的美中在較勁的中美之爭的時候，這2國都有它在全球一個領導的地位。如果你是一個國際廠商，你必須符合過去的美國，以及未來你要在中國市場賣東西，你就符合中國。當它完全不相符的時候，你就要看誰未來最有趨勢。所以我要這樣講，就是國際企業將來你要看是大中小型企業，或是短中長期的時間。未來我們還是在看，搞不好可能就被全部中國拿去了，你就完全走向中國。最少現在大型企業必須要做2種規格，比如包括到中國設廠的很多就到東南亞去，叫 China Plus One， 這樣同樣的概念，這是未來的世界。好，所以未來可能走2大體系在 AI 有這個美國的體系跟中國大陸它自己的體系。那其實呢，我們也看到美中都在拼 AI 尤其現在可能引爆另外一個算力的需求，就是因為美中他們的這些科技巨頭都在做 IPO。我們先看中國有2家企業 IPO， 第一個是低潤大廠長興存儲，第二個是它的 NAND Flash 的大廠龍頭長江存儲第一個是長興存儲，第二個是長江存儲，都 IPO。再來美國方面，幾家大廠也拼 IPO， 3家 SpaceX、OpenAI 跟 Anthropic， 代表說未來的算力需求會越來越大，成為另外一場算力軍備的競賽嗎？聶將軍，聶將軍怎麼看？確實是如此哈。我們知道國力代表算力代表國力哈。這個《孫子兵法》有一句話叫做“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結果真的是沒想到，我們老祖宗2-3千年以前就看出來這種算力的重要哈。其實他講的那時候《孫子兵法》講的算，也就是現在我們如果說是用現在 AI 來講的話，就是 AI 的推理。但是以前是用人腦來做一個推理，現在來講可以用 AI 晶片來做一個推理哈。那在用在軍備方面，我們包括到太空中的衛星，包括到地面上面的機器狗，各項的武器載具都必須要用到 AI 的算力。那我這邊特別要強調的，其實 AI 未來我們現在講的這些不管是這個日節跳動或者 DeepSeek 等等主要都是用在這個商業用途上面。
那軍事用途上面來講的話，我相信中國大陸他們國防部自己會成立一套系統來做，不管是大模型的訓練或者是推理的晶片，它應該會制成一套系統，而不會跟這些東西不會跟商業混在一起。那做這些晶片未來會用在什麼地方？